蓝忘机闭着眼睛，颤着眼睫，用手按着他的后脑，把他后面没有说完的话全都吻在了嘴唇里。这个吻突如其来，魏无羡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。他被蓝忘机按着后脑往他身上压，整个人趴在了蓝忘机身上。他大脑空白一片，什么想法都没有，只怔怔地看着与自己离得极近的、极密的那些属于蓝忘机的正在轻颤着的睫毛。片刻的热烈之后，蓝忘机稍稍慢了下来，动作逐渐变得轻柔而缱绻，一点一点、一寸一寸地认真吻着。可魏无羡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就算是再怎么惯于隐忍长于克制的蓝忘机，短暂的犹豫之后，他下定了决心一般，抱着魏无羡的腰，搂着他翻了个身，将他干脆利落地按在了身下，然后无声地闯进了魏无羡微张的嘴里。终于反应过来，魏无羡两手撑着蓝忘机的胸膛，忽然急道：“等等！”闻言，蓝忘机下意识地停止，脱口道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寻了点间隙，飞快地猛吸几口气，然后看着蓝忘机眸色沉沉写满情潮的双眸，迫不及待问道：“蓝湛，百凤山偷亲我的人是你对不对？”蓝忘机听到百凤山的时候，脸便有些心虚地往一边偏。“真的是你？”看见蓝忘机这样的反应，魏无羡简直兴奋得不行，眼里闪烁着清澈的光，嘴角上扬，勾出一个惊喜的笑。只不过本以为抓住了他把柄的魏无羡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那个人居然还惦记着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反抗，为什么要骗他身经百战，然后明目张胆地把自己亲得更凶。魏无羡当时是反抗不了，现在却巴不得他亲得更凶一些。后来当魏无羡浑身是汗地腻在蓝忘机怀里的时候，他累得连手指头都没有力气抬一下，嘴里却还在不停地对蓝忘机讲着话。“蓝湛，你还记得有次我把手放在你胸口，问你为什么你的心跳那么快吗？”“记得。”“你当时是不是就想把我给办了？话说回来，原来百凤山围猎那会你就喜欢我了呀？真早。”想了想，魏无羡又自顾自地笑道：“真好。”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被汗水打湿的发丝，轻轻摇摇头：“更早。”魏无羡扬手看他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蓝忘机只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看着他没有说话。魏无羡被吻得眨了下眼睛，之后便喋喋不休地问道：“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更早是多早？”蓝忘机还是没有说话，只一错不错地看着他亮着光的眼睛。讲到这里，魏无羡忽然放慢了语速，他眯了眯双眼，把脸蹭过去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还是说去你家听学的时候？”蓝忘机认真道：“本来只是故意这么说，把蓝忘机羞一羞，却没想到他承认的这么爽快，这么坦诚，这么情深意重，反倒是让魏无羡闹了个大红脸。他噎了一下，顿了顿，才仰着下巴不自然道：“哦，那确实是挺早的哈。”蓝忘机柔声道：“谁知羞了还不到片刻，魏无羡就又往蓝忘机身上蹭了蹭，他捧起他的脸，神色忽然变得十分凝重。蓝忘机以为他要讲什么严肃的正经话，心也跟着稍稍紧了起来，凝神等着他开口。结果魏无羡却义正辞严道：“蓝湛，快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你都忍了这么久了，一次怎么够呢？”“魏婴，你累了，可下次再。”魏婴。第一次的时候，蓝忘机还穿着上衣；第二次的时候，魏无羡脱掉了蓝忘机的衣衫，那30多道界边痕和胸口的烙印被魏无羡吻了个遍。本来几场过去应该累得倒头就睡的，魏无羡却反而有些睡不着了。蓝忘机把他搂着，手指一下一下地抚摸着他的背。魏无羡的声音懒懒的、哑哑的，他眯着眼睛有些迷糊道：“蓝湛，我睡不着。”蓝忘机轻轻挪了挪他的脑袋，让他再往自己胸口上靠近了一些。“这样呢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好像是舒服了一些，那我再试试。”蓝忘机的这个动作让魏无羡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突然兴奋道：“蓝湛，当初在玄武洞底，你是不是趁我昏迷的时候把我放你腿上了？”魏无羡见他这个样子，就知道自己又说对了，他更高兴了，嘴巴笑个不停。乐够了之后才得意道：“你呀你当时还说什么不是姑娘家也不能随便躺，结果呢？他们都怎么夸你来着？让我想想，哦，言出必行，
雅正端方，名医之礼，佼佼君子。蓝忘机偏过头不去看他，耳朵却红了个透。睡觉。魏无羡大发慈悲，不去闹他，俏生生的应道：哦。只不过魏无羡只安静了片刻，便又从喉咙里发出了几声低低的呢喃。他蹭着蓝忘机紧致的胸口，摇头道：啊，还是睡不着。蓝忘机一时之间没有了主意，好在魏无羡立马给了他建议。这样吧，蓝湛，你讲故事给我听。蓝忘机一时语塞，无奈道：我不会讲故事。魏无羡鼓励道：不会讲的话，那就说说你耶猎的事吧。这些年你猎过不少厉害的邪祟吧？蓝忘机低垂着眼睫，抿着嘴唇，认真思索了一阵。魏无羡等着他开口，却半天没有等到，于是扬手问道：怎么了？蓝忘机如实问道：如何算厉害？没想到蓝忘机是在纠结这个，魏无羡只觉得他认真的可爱，他又忍不住蹭上去咬了一口他的下巴，然后笑眯眯道：像我们俩以前猎的那个王八洞底的王八就很厉害。怎么样，我不在的时候你猎过这么大只的家伙吗？回答没有等到，魏无羡却忽然被毫无征兆的抱紧了，耳畔紧贴着蓝忘机的心口，铿锵有力的心跳一下一下地传进魏无羡的耳朵里。虽然心跳声听不出什么情绪，但是魏无羡却感受到了从他胸口渐渐溢出来的难过和哀伤。在把魏无羡抱得不能再紧了之后，蓝忘机终于开口了：你在的，一直都在的。魏无羡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他只觉得自己难受的想要回到过去，抡起巴掌狠狠地扇当时的自己几耳光。风吹进来，魏无羡湿了汗的背带起了一阵凉意。觉察到身上人轻微的冷战，蓝忘机正准备唤他的名字，让自己带他去沐浴的时候，魏无羡却把脑袋埋在他胸口，闷闷地开口了：蓝湛。蓝忘机微微一愣，应道：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好。两人都在熟悉不过的旋律悠悠慢慢地在这个房间里响起来，像夜莺在轻歌，像波浪在翻涌。魏无羡哼得很认真，蓝忘机听得很仔细。唱完之后，魏无羡抬起头问道：蓝湛，这首曲子是你特地写给我的吧？蓝忘机看起来好像还有些失神，魏无羡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之后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然后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又道：你就是这样认出我的吧？魏无羡笑了。那这首曲子到底叫什么名字？蓝忘机眨了下眼睛，喉头轻轻动了动，犹豫几番，终于小声道：忘羡。魏无羡下意识问道：什么？蓝忘机亲了下他张得大大的嘴，柔声重复了一遍：取名忘羡。蓝忘机忽然笑了，他问：听清了吗？魏无羡被带回了云深不知处，竟是他往床上一躺，舒服地眯起眼睛，伸了个懒腰，十分真诚地夸赞道：阿蓝湛，你的床好舒服。蓝忘机正把魏无羡在路上买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放在桌子上，闻言他扭过头，看着正在床上打滚的魏无羡，温声道：是吗？魏无羡已经在床上来来回回滚了一圈，才停了下来，两手撑着下巴，腿在空中晃来晃去，冲蓝忘机笑道：是啊，有你的味道。蓝忘机正拿着一个说不出名字的小瓶子往桌上放，手轻轻地愣了一下，不过只消片刻，他便神色自若道：也有你的。啊？魏无羡揪起自己的衣领，蹭上去闻了闻，闻了半天，似乎也没有闻出什么味道来，所以魏无羡扭过头去看蓝忘机，奇道：没有吧？结果魏无羡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忽然觉得眼前一黑，鼻尖瞬间就充盈着那一阵他喜欢的不得了的檀香味。在下一刻，他便被人按着扑倒在床，还来不及笑蓝忘机怎么忽然变得那么性急，那人便咬着他的耳朵，很低很低地说了一句：会有的。魏无羡睁着双眼：什么？你的味道。后来净室的每一处地方似乎都染上了魏无羡生活着的味道，不再只有冷清的檀香，会有香辣佳肴的饭香，醇厚浓烈的酒香，还有每晚都会有的那久久不散的旖旎味道。他真的把那个人带回了姑苏，却不用把他藏起来。蓝忘机带他去看养在后山的兔子，
当魏无羡问他那些兔子有没有名字的时候，蓝忘机只红着耳朵递给了他一根萝卜。蓝忘机带他去了龙胆小筑，刚好一朵淡紫色的龙胆花落到了蓝忘机的肩膀上，魏无羡笑着把它拿起来，别在了蓝忘机的鬓边。蓝忘机带他去了云深的教场，魏无羡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打架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招式。蓝忘机点点头，又舞了一遍给他看。蓝忘机带他去了蓝氏祠堂，对魏无羡认真地介绍了每一个灵位上的长者，也把魏无羡介绍给了他们每一个人。成婚之后，蓝忘机发现魏无羡不仅喜欢爬床，还喜欢爬窗户。窗户被吱呀一声推开，一团可爱敏捷的黑影像旋风一样刮了进来。蓝忘机把刚从窗外爬进来的魏无羡搂紧，摸着他有些乱的头发，微微叹气道：下回别走窗户了。魏无羡把靴子胡乱两下蹬掉之后，扬起裹着凉凉夜风的脸，故作委屈却有理有据的道：可是走窗户要快一点啊，如果是走门，我还要再走2步才能爬到你床上，但如果是走窗户的话，翻进来我就能立马躺在你怀里了。蓝忘机只好作罢，应该是今天的夜猎真的是太累了。魏无羡没多久便慢慢发出了沉稳的呼吸声。蓝忘机静静地看着那张醒着时明俊的飞扬，睡着时却乖巧的可爱的脸，默不作声地吻了上去。魏婴，他小声道：明天见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